今天带大家看这部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暗影之面》为何出现南美的风魔。话说玛丽无意中走进原本房门被锁死的那间房屋子里，桌子上摆放的都是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感觉像是一种招魂用的物料。玛丽就想出去，可是她怎么扭动门锁都没有用。她无奈地对着空气表示，这难道是一种测试吗？哎呀，桌子上玻璃杯竟然移动到标有 yes 的一边，这让玛丽感觉有了希望，于是接着问，这是在跟她开玩笑吗？玻璃杯竟然移动到标有 no 的一边，接着她又问老公他有没有威胁，玻璃杯移动 yes 一侧，这下玛丽开始绝望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她就往酒杯里倒了一点酒，没想到门锁自动打开了，玛丽赶紧离开这里。其实这间就是梅和老卡经常修炼的场所，属于非情末路，但不知为何今天有神秘力量竟然放玛丽进来，玩了一会猫捉老鼠的游戏。随后玛丽顺手拿了一本书来到客厅，她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，一转头书就不见了，然后看见书竟然跑到茶几上。红色字要表达的意思是我在这里，吓得玛丽连书都拿不稳了。这看的就是惊心动魄啊！在这短短几分钟，高潮迭起，恐怖节奏把握得很到位，看着就特别顺眼。那么这栋屋子里是否有鬼魂的存在？接下来又将会发生怎样诡异的故事呢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一开始，卡尔和妻子玛丽从美国来到卡尔位于巴西老家的一栋别墅度假。一下飞机，两人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前往目的地。半路上车子爆胎了，卡尔只好下车更换轮胎，而玛丽就在附近溜达一下。突然他看见林子里有个地方散发着红光，于是走了过去，原来是两座孤坟而已，但是为何有红色的光照射出来，他就百思不得其解。接着身后传来怪声，他一扭头，车灯熄灭了，卡尔竟然不见踪影。没想到卡尔又突然出现在玛丽的面前，这着实吓了玛丽一跳啊！既然老公回来了，她也就不想多问，毕竟这个地方十分的诡异。两人刚走回到路边，一辆车子毫无征兆的飞驰而过，吓得玛丽直骂娘。那台车上夫妻神情诡异，抱着的婴儿似乎已经死了。随后两人轮流开车上路，终于在第二天早上来到这栋别墅。目前这栋别墅由管家梅和园丁老卡打理，别墅在大部分时间作为民宿对外经营。梅似乎在屋子里搞了一些神秘的事情，看见卡尔他们停车了，于是就赶快收拾干净。玛丽背着包来到前门，这时有一对夫妻正好退房出来，女人见到玛丽特意把她拉到一边说话。You should have escaped here while you can, okay? 玛丽顿时懵逼了，就问卡尔是否听见刚才那对夫妻对他说的话，因为他没有听懂。卡尔更加的懵逼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看见所谓的那对夫妻，还让玛丽赶紧回房睡觉。玛丽心想，难道遇见了鬼不成？没把两人安排好以后就去忙了。然而这下玛丽又开始兴奋，根本不想睡觉，于是就来到走廊看看外面的风景。没想到一只大黑狗趴在这里。Hey, so cute. Yeah, you're so cute. 哇塞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赶紧把卡尔叫来，问他看见狗没有。卡尔也是一脸的无奈，表示没有。他现在都不确定妻子今天是否中邪了。随后卡尔回到房间，告诉玛丽他对这里很有感情，小时候他就住在这栋房子里，父母在他小的时候据说死在这里，可问题是警察还找不到尸体，后来这栋房子被处理给别人去了。玛丽静静地听着，她没有太大感触。接着两人就去找东西吃，这才发现柜子里空空如也。卡尔打算明天去超市购物，随后两人就去睡觉了。玛丽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卡尔已经留了一张纸条，他去超市购物去了，中午才会回来。玛丽就去洗澡，渐渐热水没有了，于是他就走出来看看。突然他感觉这栋房子里还有其他人的存在，可是一回头啥也没有啊。这时他的呼吸有些急促，于是吸了2口治疗哮喘的喷雾剂，这才安定下来，然后对着镜子吹干头发，还开始自言自语。大家注意看，镜子里还有个玛丽的影像，与玛丽的真身有点不同步。
可是玛丽并没有发现这个诡异的现象，看来这栋房子很有问题，说不定就是个鬼屋啊。随后她整理衣物的时候，发现在衣柜里有个神秘的图案，她觉得这些奇怪的图案让她很不舒服，于是就给卡尔打电话倾诉。卡尔叫玛丽去户外享受阳光，那些都不重要，可以等他回来再说。玛丽放下电话，就来到院子游玩，拍了很多的照片。突然她看见一个女人一直盯着她看，于是玛丽就走过去想谈谈，没想到女人一见玛丽过来，扭头就跑啊！玛丽紧追不放，随后他们前后脚跑进了一个林子里。这时玛丽耳轮中传来奇怪的声音。这把玛丽吓得不敢再追，她感觉到这里充满了危险。接着她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感觉像是某种祭祀用品。这时那个声音又传来，说着相同的话语。那3块东西指的就是树下吊着的那种亮片。她看得正入迷失，没想到老卡竟然出现，简直是要吓死人了。哎呀，老卡的右眼也不知什么时候变成那样。接着梅走过来打招呼，他的右眼也跟老卡一样。玛丽觉得外面也不安全，于是就回房算了。可是走到门口，他却看见有人影在屋内晃动，应该是卡尔回来，于是赶紧开门进到屋内。然而木门瞬间就被锁住了，任凭玛丽怎么反手扭动把手都无法打开房门。这下可麻烦了，等于是玛丽被关在这栋房子里。现在她感到很惊慌，然后就叫喊着卡尔的名字，四处寻找起来。她甚至想过要爬窗出去，可是当她掀开窗帘，她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。那些是铁栏杆，以他的小身板显然无法立刻搞定。他接着在别墅内找了几圈，卡尔根本就不在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之前的人影又是谁呢？这下玛丽彻底蒙圈了。她无意中走进原本房门被锁死的那间屋子里，桌子上摆放的都是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感觉像是一种招魂用的物料。玛丽就想出去，可是她怎么扭动门锁都没有用。于是就发生了片头奇怪的事情，吓得玛丽连书都拿不稳。玛丽为了压惊就找水喝，可是厨房的洗菜盘竟然飘起一层水雾，看得玛丽直冒冷汗。那段奇怪的话语又传到了玛丽耳中，看样子玛丽不去把那3个部分组装一起，那就没完没了了，而且还有婴儿的啼哭声，越听越恐怖啊！玛丽就把切菜刀放在手中自卫，这时又有黑影从她的身后飘过，玛丽照旧没有看见。她接着给卡尔打电话，可是他的手机无法接通。渐渐房子恢复了平静。到了下午，卡尔还是没有回来，玛丽很着急，可那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她被困在这栋房子里了。她试图让自己恢复正常。到了晚上，房门竟然打开了，玛丽连忙跑了出去，在院子里遇见了白天那个女人。她不停地告诉玛丽赶紧走，而且她反复出现，很明显玛丽是遇见阿飘了。接着女人的老公也是反复出现，吓得玛丽从梦中醒来，原来她做了一个噩梦。可是卡尔继续无法联系上，玛丽十分无聊，就拿着手机看着以前拍摄的照片。渐渐手机没有电了，玛丽就找地方充电，万万没想到手机竟然在充电的时候竟然发生了电池爆炸。这时她似乎听见了卡尔在跟她说话。看到这里，正常人都要被这种奇怪的事情搞残了，在南美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最多，有可能就是没召唤出的恶魔在搞玛丽。那么卡尔夫妻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玛丽觉得是不是自己又出现了幻想，于是就到洗手间洗把脸清醒一下。万万没想到这次恶魔真的出来了，而且追着玛丽不放。玛丽吓得跑进了卧室，就在她以为自己这次完蛋，恶魔竟然被衣柜里的那个神秘图案收了进去，这下算是有惊无险。玛丽就这样坐在地板上睡到第二天早上，她听见了梅和老卡的声音，于是走到窗户边使劲的叫喊，他们仿佛是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这下玛丽可如何是好啊，世人都要崩溃。于是她就在房子里大发脾气，直到力气都没有，这才消停下来。到了晚上，那只恶魔又出现了，这次直接对玛丽下狠手，显然他也烦过了，吓得玛丽躲进了一间房。然而里面的场景完全与现实世界不同，恶魔似乎很怕进来。随后玛丽在镜子里看见了卡尔，不停地向他求救，玛丽就用手触摸镜子，没想到竟然还能伸进去，吓得玛丽赶紧缩回来，万一被镜子吞噬了可怎么办？随后玛丽再摇摇椅子上，卡
看见了抱着婴儿的干尸，问题是他还能动啊，不过转瞬间也消失了。这样又折腾一晚上，现在房间里彻底没有吃的了。他灰心丧气地走回房间，竟然看见了离奇的一幕。Morning, how are you? Morning. Ooh. 瞬间他被打回现实空间，接着他发现大门打开了，于是跑了出来，天空出现了无数飞鸟，遮云蔽日很是壮观啊。接着他又被带入另外一个空间，散发着诡异的气息，起头他在路边看见的那两座孤坟竟然也在这里。同时他看见卡尔父母的照片，随后玛丽的耳边又传来那段话，玛丽就死马当活马医吧，于是就想找到那3块亮片，然后组装在一起。可惜他又被打回了房间里，不过他在衣柜发现一个小布袋子，打开一看正是那3块亮片，于是他就把它们拼在一起。想象中的奇迹并没有发生，反而恶魔又出来搞事情，不过这次他不怕，他把恶魔引到了那个神秘的图案前，用3块亮片拼成的镜面直接把恶魔打散了。瞬间房门真的打开了，玛丽走到屋外，她看见6个鬼魂齐刷刷的向她鞠躬致谢，其中就有白天见到的那对年轻夫妻。显然他们被困在这里已经很久了。玛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。随后卡尔出现了，他一直被困在平行空间里，恰巧玛丽把他无形中拖了回来，两人相拥而泣。晚上玛丽睡到半夜，突然发现怎么就剩下他一个人了，没想到卡尔竟然从被子里钻出来。 Time to go, sleepyhead. Remember, we still have to pack. No rush. We can postpone a little bit. Yeah. 哇塞，恶魔还没有走啊！影片到此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，大部分时间是独角戏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，那半颗星是因为剧本多给的。女主演技还不太行，一个人感到无法撑起整部戏，幸好剧本还比较离奇。可能有的小伙伴觉得是不是故事过于离奇了，但是放在南美那种神秘的地方就不离奇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